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最近我读了一本关于城市规划的书，城市规划的英文就是Urban Planning。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Happy City， 主要是从人文设计的角度出发，回答了什么样的城市会让人幸福的这样一个问题。读完之后，结合我自己从小到大在不同城市不同国家生活的经验，我就很想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从小到大，我的生活绝大部分都是在城市里度过的。从我家乡的小城市贵阳，到我后来去南京读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呢，到上海这个大都市工作，后来我出差的城市也大部分都是在大城市里度过的。那现在来了欧洲，荷兰，也是在不同的荷兰的城市里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逐渐意识到我的生活状态其实会受到城市设计的影响，并且这个影响非常的大。我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我去哪儿吃饭？我做运动的频率，我出门散步的频率等等，其实都会受到我生活的城市本身的设计有关系。那这些影响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喜欢一个城市，然后又不喜欢另外一个城市？这样各种各样的想法，其实我一直有在不断的思考，但是并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直到呢，我遇到了 Happy City 这本书，给了我一些答案，或者说给了一些方向吧，让我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城市让我觉得幸福的这样一个答案，或者说一个 recipe。 当然有人会说，幸福的定义因人而异，也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对于是否感到幸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并且城市设计本身并不仅仅是物理层面的设计，它和国家的规划和政治都离不开关系。但是我接下来并不想谈论所谓政治也好，所谓权力的利益的纠结也好，更多的是从我个人的经验来分享我对于城市的看法。也许正在听播客的你和我一样，我们大部分的日子是在城市里度过的，但你有没有想过，城市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城市肯定是说在一定的物理的空间里所存在的这样一个场所，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城市并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一个场所，它还是我们工作，是我们娱乐的地方。在这里，除了城市提供的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以及各种各样的商业的形态，各种餐厅呀，各种商店等等。更重要的是，城市它其实提供了我们和别人产生连结的这样一个场所，因为在城市里的人口的密集度足够的高，那你就能够有不同的机会去产生和别人的连接。说到底，城市它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系统 （complex system）， 所以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交织在城市的这样一个系统当中。那我们作为个人很难改变城市的环境和他们能够提供给我们每个人的条件，那我们能够选择的就是选择一个让自己能够幸福生活的城市。那怎么选择让自己能够幸福生活的城市呢？其实第一个条件就是一个好的城市，或者说一个让人幸福的城市，一定是为人而建的。那为人而建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城市的道路和结构不是仅仅为了车而建的，而是按照人的需求来，作为我们从 A 到 B 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能够自由的选择我们出行的方式，也许是开车，但也可以是骑自行车，也可以是走路等等。然后在从 A 到 B 的过程当中，我是只能看到很无聊的高楼大厦，还是说我能够看到不同的风景？在这样的一个标准之下呢，在我所生活过比较大的城市里，上海和阿姆斯特丹其实都相对于处在为人而建的这一边。也就是说，我认为这两个城市都是很适合行人的这样的城市。那相对应的，许多的美国的城市，或者说中国北京，其实并不一定是为人而建的，他们更多的是为了车辆而建。从我个人的体验而言，那在过去10年间，我去过北京2-3次吧。每一次呢，其实我都认为北京它整个城市的规划都是以车辆为中心的，也就是说他们有非常宽的马路，那车辆呢可以很快的从一边走到另外一边，但是对于行人来说其实就不是很友好。如果我看到了朋友在马路的另外一边，我可能需要走几百米去过天桥或者过人行横道和他去见面。那有些美国的城市也是这样。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里边说到美国许多城市在设计的时候，把停车场的数量作为设计的指标之一。那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呢有超过100万个停车的位置，也就是说平均每一辆车就有4个停车位。这也就意味着其实这些停车位
可以原本被用来去建造公园呀，去建造游乐场之类的这样的地方，都被用来建停车场。那相反的，上海的城市就更加人性化。那在上海的城市景观其实是很复杂的，那你有一些新的高楼大厦，那也有老城区的那种很有味道的老房子，也有黄浦江，你可以沿着黄浦江走路或者跑步，你也可以去不同的很窄的街道上和朋友走很长很长的一段路，去到城市的另一端。而在人行道上，也许有的时候你并不能够很顺畅的行走，但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可能路上有栅栏之类的，而是因为可能这个地方有一棵很高大的树，他们没有砍掉，或者说有一些那种卖水果的小摊面，他们把水果放在地面上卖，或者是说那种坐在路边晒太阳的阿姨等等。总之就是非常有生活氛围的这样一个城市。那阿姆斯特丹呢，或者说大部分的荷兰城市，更是把人以及单车作为城市设计的目的。如果你来过荷兰的话，你会发现在荷兰的城市里，单车的数量远远的高于汽车的数量，到处都停有单车，也有很多的区域是不允许车辆进入的，或者说就算车辆能够在那个地方行驶，他们的速度也不能超过30千米每小时。那在这样的城市里，你可以想象自己能够自由的行走，从城市的一端走到另外一端。所以一个可以让你检查这个城市是不是为人设计的这样一个方法，就是问问你自己，你是否能够在这个城市里不断的行走1个小时还不会觉得无聊的路线，以及你是否能够找到一条路线从头骑到尾，而且不会在半路上就突然没有了自行车道，你需要重新找方向的这样一条道路。那第二个好的城市的城市设计，就是人们的平均的通勤时间。有很多研究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通勤的时间越长，幸福的程度就越低。比如说在上海，上海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如果你想从你的家坐地铁也好，开车也好，去到你工作的地方，往往你可能需要坐将近1个小时的地铁，并且这些地铁都非常的挤，尤其是在通勤的高峰期，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拥挤的车厢里待上几十分钟，肯定是不会让人觉得幸福的。如果开车的话更糟糕，因为说实话，上海的交通在高峰期非常的堵车，本身开车就是让人觉得神经紧绷的这样一件事情。那如果堵车的话，其实会对你整个人的压力水平
会有很大的影响。而在荷兰的话，通勤就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阿姆斯特丹比上海小很多。那阿姆斯特丹的面积大概有200平方千米，而上海的呢是6300多平方千米，也就是几十倍的这样一个区别。也就是说，如果在阿姆斯特丹上班以及居住的话，只要你不是住在很远的地方，在通勤上你花的时间基本上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同时在荷兰呢，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距离也很小，所以在荷兰居住在一个城市，然后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是很常见的事情。这样其实每天的上班的通勤时间都不会很长，在通勤时间之外呢，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给到自己，给到别人。就算是在通勤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交通工具也不会非常的拥挤，所以我也可以看看书呀，或者学习一下语言呀之类的，这样通勤似乎也不是那么让人痛苦的事情了。那第3点就是自然。虽然当我们选择在城市里居住的时候，就默认我们会离自然的距离比较远，但是就算是在城市里，我们还是能够尽量的让自己增加和自然接触的机会。在生物学里有一个假说叫做亲生命学假说，英文呢就叫做 Biophilia Hypothesis。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和自然产生连结，也就是说，自然对我们来说不应当是一个奢侈品，而是一种必需品，它是我们生命里必须拥有的东西。那城市怎么提供这一点呢？很自然的，就是路边的树城市里的公园，或者说城市周围的那种大型的国家公园，都能够提升我们和自然接触的机会。比如说在阿姆斯特丹，它有很多那种小型或者是中型的城市公园，分布在城市的不同的地方。有的公园它很长，你从一端走到另外一端可能需要走上1个小时。那这样，如果你正好在上班的路上会路过这一段路的话，你可以就从城市公园的中间穿过去，而不是沿着马路走。这样你就把自然融入到了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比如说在上海，在我离开上海之前呢，上海的公园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也就是说你需要专门坐车到某个地方，你才能够进入到一个城市公园里。也就是说，这样的城市公园它并没有和你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相比较之下，在阿姆斯特丹的城市公园的设计会更加友好。那这期播客里提到的关于
一个好的城市设计应该是怎样的。我提到了3个特点或者3个要求。一个呢，就是城市的道路是为人而建，而不是为车辆而建。第二个要求呢，就是通勤的时间不要太长，你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就能够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或者上班的场所。那第3个要求呢，就是你是不是能够在城市里把自然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去。如果按照这3个标准，你认为你的城市是一个让人幸福的城市吗？欢迎留言告诉我。那这一期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 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以及更多有意思的关于中国文化、中文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